烹制菜肴时使用火候调平，给生活加点料。为什么我们要选用牛肉呢？因为我民族的原因啊，我是回族。首先，我们先要选用一块非常的干净的牛肉。所谓的干净，就是它无油无筋，然后一块整牛肉，最好是牛臀部的那个位置牛肉是最好的。切牛肉啊，它是有一定的，尤其是这种锅包肉啊，它是有一定的技巧的。首先，我们的刀要够快。其次呢，我们要把这个肉片啊切到尽量的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要切到这么大的一个块儿。切完了牛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就是要把这个牛肉啊，给它稍微打得细一些。但是我们注意啊，注意手法，不要把它给弄断，整条牛肉不要给它弄碎啊。这样打得松软一些，然后把它尽量打得薄一些，这个牛肉就会更脆，炸起来会更好吃，更有口感。好，现在我把牛肉放到这个碗里。大家看，我们把这个蛋黄给它避出去，我们把它倒到这里。把它给搅拌均匀，抓均匀，加入一点盐啊，加入一点冬菇鸡粉啊，我们再加入一点花椒面，这样可以中和一下这个肉的腥味儿。好，先放在一边，然后再用一个大碗。大家注意了，这一个诀窍就是在这儿，这个一定要是干粉，干粉，千万不能是淀粉，因为干粉炸出来的呢会比较的脆。我们每一条肉要蘸得非常的干，蘸得非常的均匀。大家看啊，弄完了啊，看每一片肉都挂在上面，这样才能保证它的酥脆，然后还有口感。我们先倒油。这个炸东西的油要稍微多一点，因为它要完全没过肉。那我们要等到油温差不多3成热的时候，就可以陆陆续续的下肉。但其实最好的温度是4成。那油温差不多了，我们下肉片。那现在第一步骤呢，我们先软炸。你看，现在炸出来是白色的，微微带点金黄就对了。我们第一遍炸的时候，千万不能给它炸成比较黄的颜色。现在这种软度其实就是可以捞出的。我们现在把这个肉啊放到这个大盘子上，这样放一放，把它放凉。然后这个同时呢，我们可以准备这个配菜了。我们把肉拿出来，然后再放进去。依次的做呢，是为了让这个肉啊冷热交替一下，它会更脆。然后这是第2次，还有第3次。然后同时油锅大家就不要关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炸出来之后啊，还是比较干的，感觉油不是那么多。第3次，油温已经非常大了。看，就很硬，很脆的感觉。然后拿一个小碗，加入一点料酒、酱油，加一点点这个浓缩的这种鸡汁调味啊，让它变得更鲜。同时，现在我拿一个勺子给大家看啊，1勺、2勺的淀粉。我们加入这么多的水吧，
把淀粉跟刚刚那些佐料搅匀。现在我们打开油锅，烧到大火，然后我们为的是用这个油锅啊来煸这个蒜。好，看到这个蒜还没有到很金黄的时候，把这个刚调好的料放进去。这个时候我们赶快抓紧时间，还有一道工序。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加一点白醋进去啊。累，还有一点白糖。好，放入我们的牛，翻炒大火，汁儿就慢慢的滚在上面了，香味已经出来了。好，关火，锅包肉倒出来，出锅了，最后香菜。东谷提示您：使用东谷美极鲜酱油，使食材释放鲜爽美味。统帅冰箱，新生代的选择。感谢统帅冰箱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火锅吹大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因为吹大黄，爱上中国菜。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时尚生活方式，如果你想找到更好的优质生活用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悦享。老实说，我做餐饮呢，我做了38年了。我就比较欣赏我自己的一点，就是我呢没有那么容易给某些东西引诱我去改变我的主意的。他是谷智辉，圈内圈外赫赫有名的明星大厨，也是各大美食节目争相邀请的对象。一丝不苟的专业态度，使众多食客对这个儒雅的粤菜厨师喜爱颇深。一切看起来都恰到好处，但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选择离开服务多年且收入颇高的5星级酒店，只为寻找不断挑战自己的初衷。从那个09年的时候，从日本大阪的丽兹卡尔顿酒店回来北京的丽兹卡尔顿酒店一直到去年都是在做那个餐厅的那个总厨，然后呢就是想再挑战一下自己。07、08年的时候，自己就想过是否有自己的一个餐厅。我在北京了那么多年了，其实北京给到我的非常开心，给到我有个非常满足感的那个地方，所以我开个餐厅呢，取了个名字呢，叫先考虑北京那个名字，然后呢，我觉得厨房就是做一个美食的地方，客人来到好像回到家一样，就是很温馨的，没有什么压力的，所以就想了一下，就是叫北京厨房吧，也是挺好的。我在酒店做的时候，只是负责那个行政总厨，只负责那个餐厅的出品，做好你的出品，就可以完成自己的那个职责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是创业，我就不停去给自己另外一个挑战，给自己一个要求，大大小小的事情也会自己会参与的，也会去处理。所以跟之前酒店做的那个工作呢，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虽然现在很辛苦，工作时间很长，每天都要大概13个小时左右，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己这个创业的路，也是自己一个非常有兴趣做的，也是自己一个乐趣，所以辛苦一点，自己呢也觉得挺开心的。从厨37年的谷师傅，深知食材的每一种性能。食物之所以能引起人们诸多的共鸣，
就是因为食物可以变换出不同的答案，从而挑逗人们沉睡已久的味蕾。古师傅也把新式粤菜这个理念带到自己的餐厅当中，在这里不知道迸发出多少关于灵感的故事。我们餐厅除了主打精品粤菜的传统菜系以外，我们还有了很多创新的粤菜。创新的粤菜呢，就是表现在我们每一个季度的新的菜单里面，因为每一个季度有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原材料所以我们就是用不同食材原材料呢来创造一些新的菜。对我来说，灵感最大灵感来自投入你的专注程度。如果你不投入，你不够专注的话，什么灵感你也想不出来。如果你用心专注这个事情，你会很多灵感。这是我的想法。这套菜呢，也是一道创新的粤菜。我们用那个虾，把它打成虾仁，把它晾在这个鸡肉的上面，然后把它两边放点点的脆酱先煎脆它，煎脆以后把它切好，放在盘上，在上面呢用一个菠萝，因为大家知道在粤菜当中，菠萝炒鸡片、菠萝炒沙经常会听到。其实我今天做这道菜呢，就是跟菠萝、跟鸡、跟沙都有关系的。刚才做好那个煎好那个鸡以外，就把那个菠萝切碎，然后调一个酸酸甜甜的鸡淋在这个鸡上面，又好看又好吃。介绍大家这道菜呢，名字叫黑松露蛋白炒沙饺。这道菜的名字，我相信女性她会觉得很美容。这道菜，蛋白沙，尤其是蛋白是舒服，吃得多蛋白，皮肤就好。为什么用松露呢？因为松露也是这个现在黑松露也是一个季节。我们再用松露一点点的松露条，用那个鸡蛋清，蛋黄可能不一样，再用大的虾。我们是用越南的老虎虾用来把这个沙煎香，把这个蛋白跟松露一块去炒香，然后炒好要把这个沙放在上面再用一点点的芦笋点缀一下，又好看又好吃。其实这道菜呢，也是在传统粤菜沙仁炒鸡蛋演变过来的，但是我的元素就是加了一些松露，还加上大的蛋油，还有鸡蛋黄不一样，只有鸡蛋白，这个就这么卖的，就是一个创新。食物的搭配要讲究门当户对，而食材季节的鲜美程度成为古师傅首先要考量的标准之一。也正是出于对食物的尊重，才会让我们意外地获得更加醇厚鲜美的味道。以前呢，我经常说食材这样占60%的，厨师只是占40%，不是食材占80%的，厨师只是占20%。一说这道菜的名字呢，我又兴奋了。宝莲子炒香酥。我用
鲜的莲蓬里面的莲子来炒，再加上鱼饵，还有蜜糖豆，还有鲜百合。你要看这道菜是非常清爽的，非常好的一道蔬菜，再加上那个荷花多漂亮，我用来摆下盘。这道菜的灵感呢，我就去想在那个市场里面走，哇，那个荷花那么漂亮，我就想到用这个莲子鲜莲子来做一道菜，所以呢，我就去想到再配几个好吃的蔬菜下去做这样的一道菜，就想到做个素的菜，大家都喜欢吃，因为我是做粤菜的，不时不吃啊，对我来说呢，比较关注这个，比较重视这个的，不时不吃。尤其先说我自己的，我自己吃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离开北京去外地，去国外，我第一个关系就是什么呢？跟他们说，你带我去海鲜市场，带我去菜市场看看。其实我就最有兴趣去市场看，我要看着食材，看着原材料，再看它的价钱啊，然后一看那些东西很容易，这些食材都是进了我的那个脑子里面，很容易就想到一道配什么配什么可以做道菜，这是可能也是一个职业病吧，也是一个习惯吧。单听那个菜的名字呢，好像这道菜跟粤菜传统的粤菜没有什么拉得上。现在是8月份啊，也是一个鲜菌的那个季节。鲜菌，云南的鲜菌啊，这个季节是最好的。我所用是松茸，松茸是那个味道是比较香啊。松茸其实很多做法，除了做汤以外，也可以用来炒啊，用来做那个鱼啊、煎啊等等，烧啊都可以的。但是我今天用来做这个鱼呢，也是配个海鲜。鱼我用法国的银鳕鱼，它没有刺、没有骨头的啊，非常好。然后那个松茸呢，用这云南的松茸，我把它切开以后，把这个鱼调味以后，煎好以后，放在鱼的上面，旁边再舀那个酱汁下去，吃起来呢啊，就比较香口，味道就比较有一点季节感的。再接下来的这道菜呢，名字也非常特别的，黑胡椒、红洋葱、哈密瓜、炒牛柳蜜，说起太长了名字，不要紧，最重要的好吃。我今天想做道牛肉的菜，但是也是想到红洋葱也是这个季节性的食材，因为菠萝炒牛肉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粤菜，但是今天我不用菠萝了，把菠萝去掉，加哈密瓜下去。哈密瓜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甜很脆的一个水果，没关系，因为配上黑胡椒，配上洋葱，配上牛肉，用来这样炒的，我相信也会好吃的。哈密瓜它的特点呢就是脆甜啊，因为炒熟以后它不容易出水啊。如果用西瓜来炒的，西瓜一熟呢，它可能会出很多水的。西瓜的不合适的，哈密瓜呢，它有一个硬度，有一个脆度，用来配牛肉来炒呢，配牛肉来吃呢，啊，也是挺好吃的。从厨房到镜头前，古志辉一直在做好烹饪这件事，从来没有动摇过。有时候，他更像是善于创造美好事物的艺术家，简单而用心的味道，却顽固地留在我们记忆深处。我就希望北京厨房能够保持到粤菜的精神，传承粤菜，有我们的好的原材料，季节性的原材料，用心去烹饪，用心去研究。
够那个服务给客人，那个客人给我们那个满足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时尚生活方式，如果你想找到更好的优质生活用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悦享。性格随性，工作认真，率真自我。他喜欢做饭，喜欢享受在制作过程中与食材的零距离接触。他认为中餐菜系各自有自己的特色，不同菜系的结合是另一种味蕾的升级。他是本期时尚顶厨于鹏。本栏目由东湖酱油特约播映。感谢美食节 APP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啊，咱们做一道干烧鱼啊。这个干烧鱼呢，起源于这个咱们汉族，它是这个2大菜系的代表菜，一个是这个鲁菜，一个是川菜。咱们今天做的这道叫干烧鲈鱼，是用四川菜的做法制作。今天呢，咱们做的这个选用的是鲈鱼。这个鲈鱼呢，要2面借花刀。说从哪面借花刀呢？鱼有反正，鱼有反正。怎么叫反正面呢？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左头右尾腹朝前，这个鱼就是正面。现在这个鱼就是正面。如果翻过来，这鱼就反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做这鱼呢，要在正反面打不同的花刀。现在咱们先打正面，大家看，斜着走刀，然后每刀都到这个骨头，让它深一些，这样呢，便于这个入味儿。然后呢，横过来，在垂直方向把它打成十字，这是正面的刀法，叫十字花刀然后咱们翻过来打这个反面刀，反面刀一字刀。咱们今天做这干烧鱼呢，有几种主要的配料，一个呢是这种五花的肥膘肉，还有一个水发的冬笋，然后水发冬菇。咱们把这几样原材料都把它改成小丁儿。好，配料咱们都切好了，都放在一起。现在咱们就开始制作。第一步咱们要干什么呢？咱们要把鱼这个2面炸一下。炸鱼的时候呢，咱们怕这个粘锅，怎么办呢？这个锅首先要烧透叫热锅凉油，下去就不会粘。拿手感觉一下，热气再往上升升。好，现在鱼温差不多了，咱们把鱼下去以后不要动，要等它基本定型以后再动。好，现在咱把鱼翻个个儿，炸另一面。达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油的这个反应已经不是太激烈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鱼捞出来了。再加一点油。咱们把这个葱姜蒜下锅，爆香，郫县豆瓣辣酱加泡椒，下油锅。这时候油火不要太大，火大了辣酱就会扒锅。油已经很红了，看色泽非常好。这个时候咱们放入配料煸炒。加入一点
这叫豆豉，烹入酱油。今天咱们用这酱油啊，叫东谷一品香。这种酱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鲜味很浓，甜味稍微的也有一点重，正适合咱们今天做的这干烧鱼。这个酱油的香味已经充分的出来了。这时候咱们加入白糖，白糖要多来，醋、米醋、陈醋都可以。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加入高汤了。在家里边呢，咱们很少熬高汤，那怎么办？加白开水也可以啊。咱们下这个鱼，记住，先下反面，先下反面，因为待会儿我们要翻面。调味料：胡椒粉、盐。开锅以后转入小火，慢慢的炖靠它。这个鱼在这个烧的过程中要多往上淋一淋汁儿。现在这个汤汁儿已经比较少了，但是还不够，我们要充分的把它收进去。家里边有盘子是吧？咱用这盘子把它翻一个，哎，这样就比较整。烧鱼的时候不要急啊，咱们老人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这个千炖豆腐万炖鱼。所以呢，咱们慢慢的炖，不要着急。大家看，汤汁里边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汁了，是吧？就剩一点红油了。这个时候，这个鱼差不多就可以收锅了。这时候把刚才咱们配的这些配色的，我们叫小料，放进去，时间不要太长。OK。美食节让厨房变可爱，让吃饭变简单。感谢胡锅吹大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因为吹大黄爱上中国菜。